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。夜半深更讲一个怪和尚的野狐禅。他原本是江南顶级的世家子弟，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出家做了和尚，自己悠悠哉哉，且念经且喝酒且骂娘且访友，倒是越来越有几分真佛意了。这个老和尚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上次骗我说送我几块唐玉，我高兴得要命，问了问玉雕大师，他们说唐玉不行，还是明玉最好。我让他送我几枚明玉，他就跟我胡说八道，说什么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估计就是没有。前几天他突然约我，欲与弟兄在太湖之滨秉烛夜谈。我才不肯去那大冷天的，去山上喝西北风去啊！结果老东西加了一句，并有2块明玉奉上。于是欣然前往。到了山上，看着清风朗月，吃着桂花糕，喝着桂花酒，听着山上松涛阵阵，水下波涛汹涌，倒是也有几分兴致。我们两个随便喝着，聊着一些陈年旧事，聊着聊着，我就开始问他一些禁忌话题。出家人有几大禁忌是不能问的，比如问他为何出家，比如问他修行如何。我就问他为何要出家，他说自己出家是源自年轻时的一个老师。我不明白，老师莫非是修行的师傅？他摇摇头说就是一个老师，一个讲儒学的老师。他说自己是江南某大家族的嫡子，解放前江南半座城都是他们家的，号称 X 万城。当时他太爷爷在日本留学，认识了国父。解放后他们家族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，也是当地著名的乡绅名士。当时他还小，社会上乱糟糟的，父亲怕他出事，就把他托给了一个教授照顾。这个教授以前是东吴大学的老师，专门讲儒学的，最喜欢王阳明。东吴大学是美国教会在苏州办的第一所西式大学，国民党逃亡中国台湾省前，把好多教授带走了，在那边又办了一所东吴大学。当年要带走这个教授时，他坚决不走，国民党吓唬他说你不走，解放后会把你抓走杀头。教授坚持不走，说自己从前是修道的，后来犯了忌讳，被逐出师门，才做了教书先生。要是真有人抓他，他就念隐身咒，别人就看不见他了。和我聊天，这个老和尚的父亲当时也是当地的名士，他觉得社会要乱了，就提前做了准备，提前找了太湖边的一个极隐秘的地方，把孩子送到了这里，又请了这个教授教他读书。开始只有老和尚一个人，后来也有人把自己的子女送过来，就有了7、8个人，相当于一个小私塾。他们就在太湖旁秘密读书，家长给他们送来了足够的粮食和水，只是没有课本。这个教授就自己编课本，他编的课本比较特别，就是随心所欲，他喜欢哪一篇就编哪一篇，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，孔孟也讲，老庄也讲，最喜欢讲的还是王阳明。他说好多人只知道王阳明是儒家圣人，其实他先修道，然后学佛，最后佛道都走不通，才入了儒家，最后成了圣人。老和尚问他，老师你会不会法术？教授只是笑，不置可否。他们和这个老师学习了1年就出事了，出事是因为被人举报，当时来了好多人，把教师揪了出来批斗。老和尚才发现这个教授还真有法术，他低头念了几句咒，别人揪他就揪不住。有个红卫兵用腰带劈头抽他，却抽到了自己脸上，立刻抽出了一道血痕。有人说这是牛鬼蛇神的妖法，用公鸡血泼上去就好了。有人就去附近村子里捉了公鸡，斩掉头，把鸡血劈头泼去，那血水却返回来浇了他一身。他们几个人暗暗得意，想着总算躲过去了。没想到有一个和他们一起学习的女生，也是老师平时最喜欢的女学生，站了出来，说我有办法对付这种封建余孽。她站在老师面前，一件件把衣服脱下，说老师你常说非礼勿视，那你敢看我吗？老师摇摇头，你穿上衣服。女生一咬牙，把身上的衣服都脱掉了，周围传来一阵哄笑。老师叹了一口气，收了法术，红卫兵们一拥而上，将他乱棍打死。老和尚当时还是个孩子，他往前走了半步，拳头攥得紧紧的，嘴唇都要破了，却始终没敢上去。他说这件事情他永远也原谅不了自己，所以他永远修不成佛。他说那个晚上他等造反派走了，自己把老师埋在了山上。他坐在坟前说，老师您说无私心就是道，为天下之至诚，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。您错了，这天下恶人太多，道将不到。那是一个秋天，天气燥热，桂花迟迟未开，竟在那一夜竞相开放，飘香10里。他却总觉得浓郁的香气里有一股刺鼻的血腥味。他在坟前枯坐了一夜，天将亮未亮，就听见东方传来一声鹤鸣。他抬起头，就看见一叶扁舟翩然似蝶，自东方而来，湖水蒸腾，飘飘渺渺，仿佛仙人。他站在湖边看得吃了。过不多久，那小舟停下，下来了2个人，一个中年道姑，一个15、16岁明眸皓齿的小姑娘。
两人穿着道袍，一脸肃穆。中年道姑径直走到坟前，低声说：“师兄，你果然没有躲过这一劫。”老和尚喃喃地想解释，中年道姑却摇了摇头，说了声：“罢了，这都是他的命。师傅早就说过，此生不该来江南啊。”他一跺脚走了。和他一起的小女孩却说：“我仙山弃徒，也不是凡夫俗子能入的，我要为师伯报仇。”他一挥手，马来，湖边却空荡荡的，哪里有马？小姑娘红了脸。老和尚说：“有马，有马。”他弄了一架自行车，带着小姑娘风驰电掣一般往前走。小姑娘坐在车上，看着他弯腰使劲蹬车，捂着嘴偷笑了一下，赶紧又做出肃穆的样子。他们赶到红卫兵总部时，天还未亮，不过门口有值班的人，他有些担心，问会不会被发现。小姑娘老气横秋地说：“不会，我使了隐身咒。”小姑娘昂然直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她紧紧跟上。她原本以为所谓仙法就是用手一招，那人立刻灰飞烟灭这种，没想到小姑娘只是让她指了指参与打杀老师的人，然后过去轻轻搭了一下那人的手脉，就放下了。非但没有灰飞烟灭，那人甚至都没醒。后来就到了那个脱衣的小姑娘处。小道姑说：“真是艳如桃李，毒如蛇蝎，那就让你变成蛇蝎吧。”她两手纷飞结了一个古怪的手印，缓缓印在了那个小姑娘脸上。她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汗，像是耗费了很大的精力。做完后，她拍拍手出去了。老和尚跟进，跟她出去喊她：“马不要了。”小道姑笑了，摇摇手，大步走了。老和尚拼命等着自行车追赶她，却怎么也追不上她。她很快消失在了太湖边。老和尚感慨说：“那一幕实在太过神秘，恍惚仿佛一场梦，让人不敢相信真假。”后来被他点过脉门的人都得了怪病，非死即残。那个女生脸上长了毒疮，烂成了一个大窟窿，真正成了一个蛇蝎女人。老和尚说，后来他还专门找过这个姑娘，问她当年为何会那样迫害老师。那个女人狞笑说：“那个人道貌岸然，整天讲破山中贼易破，心中贼难。我就想试试他有没有看破心魔。”老和尚上去就给了他一个嘴巴，把他打倒在地。我喝一声：“打得好！”当服一大白。老和尚说，后来他也娶妻生子，过得也相当不错，不过却总是忘不掉当年那个姑娘，当年太湖边那漫山遍野的迟桂花。再后来他犯了大错，试图断绝，觉得人生就是一场大梦，想去修行。他开始自己研究修行，学佛学道，后来走火入魔，讲不透，身不破，人尽癫狂。在一个大雨夜，跑去苏州最有名的寺院，拜见大和尚，问他如何成佛。大和尚不说话，他想进去3步，问他：“我发心向佛，抛妻舍子，为何还不成佛？”大和尚坐在禅房上，抽出屁股底下的一卷书卷，劈头打他，说：“你这蠢货也配成佛？”他大怒，想去打大和尚，却被人拉住，鼓劝到僧房休息。回到僧房，他发现那卷书卷还在身上，展开一看，顿时惊了。我问他：“可是名人真迹？”老和尚点点头：“是道济和尚亲手抄写的一卷血经。”我吃惊了，道济，莫非是济公活佛？他点点头，当年济公活佛也来过这里，留下过血经。他看了又看，似乎所悟。第二天他去问道大和尚，问他：“道济喝酒吃肉，如何能成佛？”大和尚白了他一眼，即心即佛。他又问他：“为什么好人历经磨难都不能成佛，坏人放下屠刀就能成佛了？”老和尚打了我一下，让我注意听。他说：“大和尚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并不是说坏人放下恶念就真能成佛了，这是说恶人想要做恶的时候，心里的恶念是非常强大的。他如果能用善念驱散恶念，放下这桩恶行，那么他当时的发心已经近乎佛了。”他最后问：“是否参禅打坐念经求道才能成佛？”大和尚说：“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，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？”老和尚点点头，退了出去。他在寺院正式出家，劈柴烧火，做了一个帮主，一待就是7年。7年后，他有一次去后山，看到彩霞纷飞，漫山遍野的迟桂花。又一次想起太湖边上那个明眸皓齿的小姑娘，他心有所悟，跪倒在地上，请大和尚放他下山。他开始四处云游，去了五台山，去了冈仁波齐，去了蜀山，足足找了几10年，却没人听说过这么一个门派，这么一个女子。后来他就绝望了，回到了苏州。他回到寺院去见大和尚，大和尚问他可有所获，他摇摇头，一无所获。大和尚又问他可懂了佛法，他摇摇头，一窍不通。大和尚最后问他可寻到那个女子，他泪流满面，此生是寻不到了。大和尚就叹息说：“他就是你的佛法啊。”他不懂，大和尚就让他出去了。
他明白此生和大和尚缘分尽了，从此再不去见他。他说自己从此就在苏州修行，去过好多寺院，有些地方住了许久，有些地方就过了几天，偶尔也出去云游，不念经不参禅，感悟天地，做了一个逍遥自在的野和尚。他说大和尚圆寂那天，他在太湖边诵经，念珠突然断掉，滚落一地，他蓦然心动，抬起头来，看见成千上万的白鹭朝西飞起，太湖波涛汹涌，一片萧杀，仿佛当年老师死去的那个下午。他说大和尚在的寺院有很多宝贝，都在大和尚僧房里堆着，僧房从不上锁，也从不清点。大和尚圆寂后，各种人物齐聚佛山觊觎佛宝，当时谣言纷纷，好多人都说佛宝失窃，被人贩卖到了海外。后来文物局挨个清点3000佛宝，一件未少。人们都说大和尚还没走，还在守着寺院，守着佛宝，守着人间。老和尚喝多了，把酒坛抛到山谷里，喃喃地说：平生不修圣果，只爱杀人放火。忽地顿开金绳，这里扯断玉锁。钱塘江上朝信来，今日方知我是我。他念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流泪满面，喃喃地说了一句话。他说了一遍又说了一遍。我仔细听了听，他说的是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又说小姑娘你在哪里啊？